要是男朋友拿不出那么多彩礼怎么办？彩礼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心意，是他这个人。如果几十万拿不出来的话没关系，但如果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就让他自己过。有福之女不入夫之门，拿不出来他就单独分，谁不要彩礼啊？我觉得他连彩礼都给不了我的话，也给不了我其他的。说好的10万块钱彩礼，但是呢，昨天我闺蜜跟我说让我再加10万去试探一下我老公对我是不是真心。没想到我跟我老公一提了，然后他就说要跟我分手，这婚他不跟我结了。我真的是很无语。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只是想要试探一下你，但是我老公就当真了，他说现在这个婚他不愿意跟我结了。他说真正的感情是不能去试探的，有些事情你一试探的话，那我现在怎么办啊？选择不结婚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中共民政部2月8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万6千对，降至45年来新低，比2023年下降5%，与2013年的高点相比，已跌去超过一半。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没有结婚的欲望。由于生育成本高，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话题。中国出现人口危机，引发当局高度重视，近年来推出多项措施，鼓动年轻人结婚生育。比如浙江常山县政府出台政策，新婚夫妇中女方年龄如果在25岁以下，含25岁，可以从政府领取1000元人民币的奖励。但许多网友也并不买账。拥有50多万粉丝的科技博主江湖李富香写道：结婚好的话还用催啊，地上有钱谁不知道捡。这条帖子获得了2万多人点赞。近日，上海一位孤寡老人去世后，巨额遗产被政府没收。有律师提醒年轻人不结婚生子，遗产会被没收，而年轻人对此事的回应引发热议。2025年最好笑的笑话出炉了，律师向不婚不育的90后、00后科普，不婚不育的90后、00后啊，以后你们的财产在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将归国家所有。那00后、90后的第一反应是啥呢？你凭啥觉得我的财产会花不完呢？那财产花不完，我舍得死吗？你放心，我会留下一笔超额的负债给你们。老子不死之前不带上一笔，就算我有良心。我要是有遗产，我能不婚不育吗？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拿我没有的东西来威胁我。我唯一的遗产就是我的遗体，要拿就拿去吧，正愁没地儿埋呢。这段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是中共当局在威胁我们吗？也有网友嘲讽说，赤匪党在出台政策，估计就是把不结婚生子的人一律强制列入器官捐献名单反抗吧？难道要等到嘎腰子那天才行动吗？分析认为，现在青年人的失业率过高，影响了结婚率。很多人目前支付巨额的结婚彩礼或者购买婚房，因此不想结婚。博主马凯表示，结婚送女方彩礼，这对很多男生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他拿自己举例，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在他很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他一直跟着妈妈生活。他现在是一个小货车司机，每个月最多只能攒下8000块钱。他妈当了一辈子纺织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就2000来块钱，工作了一辈子，只攒下个几万块钱的养老钱。妈妈还有一套小房子，是自己住的，没有别的存款和积蓄了。妈妈跟他说，孩子，如果你真的要结婚了，妈唯一能帮你的，就是把这个房子给你，然后我出去租房子住，或者是我回老家，这是妈唯一能帮你的地方。说你但凡有良心一点的，你们老爷们，你能让自己亲娘打拼了一辈子就落这么一套房子，因为你结婚给房子都搭出去了，给他再撵走，你能干这种事吗？你干不了，对不对？那你说靠我自己，好，我每个月除掉这些成本，所有的东西我纯到手，我能落8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就是说我省吃俭用能落8000块钱，我不花啊。现在结个婚需要多少钱？彩礼加这个酒席、五金啊，你车就她是个好女孩，人家可以就说车有没有的先无所谓，我不要了啊，只得有个房。你结婚之后俩人得有地方住吧，对不对？房你就打买，好吧，你就光付个首付，这个结婚以后贷款你再还啊。虽然说现在其实人大部分女孩是不愿意结婚以后跟你一块去再去还这个房贷的。他说，结婚要给女方彩礼加上买房，至少也得50万，而他一个月最多能攒8000块钱，
那得多长时间才能攒下50万？他说自己的收入不算是很低的，很多人可能一个月工资只有4、5千块钱，甚至3、4千块钱。我的女朋友很好，非常非常的好，哪里都好。但是我们2个人每次谈论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没有争吵，但是到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沉默。大家都很绝望，而且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明年再给我最后1年的时间，哪怕说再多给我1年，再给我2年。如果按照我这个情况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希望不是很大。那你说怎么办？现在赶紧分手吗？长痛不如短痛。说实话都不甘心，不只是我一个人单方面的不甘心，我的女朋友也是这样想的。这么多年一直走下来了，总觉得还有一点希望，总觉得还想再努力一下，再试一下。普通家庭现在娶个媳妇有多难？我告诉你，买完房、买完车、给完彩礼，你娶回家以后，好言好语的供着，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真的是没有养家能力，或者说挣钱也不多，确实是很一般、很差的话，不要给他花那么多钱去娶媳妇儿，人财两空的例子太多太多了，都不如把这钱留着好好的给他养老，把你的这一生过完，给孩子攒够钱，我觉得也不错了。首先这个养孩子的成本都太高，也就是说现在养孩子他是赔本的，养儿不能防老，所以真的没有能力的人真的不建议去触碰婚姻，婚姻以后是个奢侈品。现在你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彩礼，你根本就娶不到媳妇。现在不是生不生孩子的问题，是有的人他根本就娶不起媳妇的问题。当然真的一年连10万都挣不到的，一个月8000，一年才9万6，而且8000的工资在每个城市都不算低，听起来感觉8000不错，也挺高，但是一年就连10万都没有。结婚要买车、买房、攒彩礼、攒3金，谈恋爱呢要买吃、买喝、买礼物，还发红包，这些加起来啊，少说也得150多万。男孩子如果说没有家里帮，不吃不喝要攒15年，孩子呢可以出去买好看的衣服、买化妆品，出去旅游也可以要彩，可以要态度，要保障。但是男孩子很多人即使结婚了，也不想生孩子。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根据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而绝大部分国家都超过2个。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6.77千分号，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千分号，总人口连续3年减少。月薪过万的本科生不敢生孩子是什么体验？我90年，老公93年，都毕业于上海的一本大学，月薪都过2万，但生孩子的欲望都极低。首先经济压力大，每天一睁开眼就是13000多的房贷压在身上，还剩下28年要还，2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就要2万多，再养一个吞金兽的话，起码得3万打底吧。说实话，如果房子便宜一点，房贷少一点，我们生孩子的意愿会提高很多倍。另外实在没接力贷，我们公司在上海住昆山花桥，每天要花3到4个小时在通勤上，还经常要加班，2个人能在大城市活下来已经用尽全力了，下班回到家只想睡觉或看剧，周末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一想到还要带孩子给孩子辅导作业就特别头大。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我们自私冷漠不负责任，可事实恰恰相反。作为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们拼命想扎根1线城市，就是为了提高后代的起点，让以后的孩子活得更容易些，少吃点我们这代人吃过的苦。不能接受穷养放养扔在老家养，所以要么不生，要生就等存款和心理都做好准备后，给孩子一个爱和物质都不缺的成长环境，这难道不是另一种负责吗？25岁的女博主和老公在山西太原生活，虽然月薪上万，但他们暂时不打算要孩子。为什么呢？她说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有房贷，每月要固定支出3、4千元。第二个是如果要孩子，她可能会失去收入来源，现在就业环境差，生完孩子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她老公一个人的收入难以负担家庭开支。第三是养娃成本大，从怀孕到孩子出生至少要2万块钱，那要不要住月子中心呢？现在的经济实力能不能住得起都是个问题。我们小区自带的是私立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光学费就要40万，生活费呢往少了算，1年3万真的不多。到23岁大学毕业，
一共69万，还有各种兴趣辅导班。别的孩子学跳舞，你学不学？别的孩子学英语，你学不学？别的孩子学钢琴，你又学不学？现在卷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当家长的必须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既然生了就要负责，课外班补课费算20万，这加起来已经131万了。更别说男孩结婚彩礼、房子、车子等等。只说这131万，一个普通人工作多少年才能赚到100多万？博主运小磊28岁，他在视频中说，前几年他看着小孩很可爱，就想自己生一个。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生养一个孩子要付出哪些代价。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他是怎么想的呢？小时候吧，家里吃低保，特别穷。别看我在北京，长大了，好不容易工作有了点起色，手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了，我就想享受生活，我真不想那么早就把自己套牢。我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基础代谢下降，不断发福，我比前2年胖了10斤，生怕自己生完再胖成球，怕羊水栓塞，生个孩子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怕对抗不了激素，产后抑郁，不想和长辈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不管是哪方的长辈，但是为了看来又不得不这样，还要从心里面感谢他们，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就在找工作的时候低人一等，不想把我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分给他花一部分，不想牺牲自己的个人时间。近日，一则关于养育孩子至大学本科毕业所需成本的报道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报道源自网上的一段视频，视频通过询问人工智慧 AI 系统，得出了国内抚养子女至本科毕业的平均花费估算。微资讯文章指出，据 AI 系统分析，在中国要将一个孩子从婴儿抚养至大学本科毕业，在一线城市，该预计费用在101万至150万元之间；在2、3线城市，至少80万元。农村地区的养育成本相对较低，但也要30万元以上。上述费用仅涵盖学费等基本开支，实际上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如陪读、接送等，这无疑增加了总体负担。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